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诚意细节惊人，所有跟他的合作演员都变了样，背后真相是：说实话，现在的内娱有一件挺让人细思极恐的事儿。就在2025年这一波影视剧大浪淘沙之后，你要是仔细去扒拉那些所谓的顶流名单，会发现诚意这个名字简直就是个异类，甚至可以说他的存在对于那些还在靠脸吃饭、靠炒作续命的同行来说，真的是一种无声的降维打击。为什么说他可怕？因为他把老实人这条最难走的路竟然走通了，还走成了独木桥上的王者。咱们先不谈那些虚头巴脑的人设，就看实打实的成绩单。富山海这剧我跟了全程，4.2亿的有效票段曾拿下尖叫之夜，全网播放量飙到16亿。这数据放在几年前的流量巅峰期也是相当炸裂的，更别提现在观众有多挑剔。再看《长安24季》，这可是硬骨头，搭档的是刘奕君、王劲松这种稍微接不住戏就能把你秒成渣的老戏骨。结果呢？央视收视率峰值破2.2%，豆瓣评分稳在7.8。那个白发谢怀安的角色，那种破碎感，不是靠化妆师抹2斤粉就能出来的，那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劲儿。这就引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：凡是跟诚意合作过的名演员，几乎没有不夸他的。在这个圈子里，场面话谁都会说。但刘奕君和王劲松这种级别的老狐狸，眼睛里是容不得沙子的。他们夸诚意是戏痴，这词分量太重了。现在有多少年轻演员连台词都背不利索，还得靠提词器？诚意导好，为了一个步态，能提前2个小时到片场，在那儿干练。甚至连玉佩穗子怎么打结这种除了显微镜女孩谁都在意不到的细节，他都要按角色的生活习惯来设计。咱们做过管理的都知道，员工分2种，一种是天天喊口号 PPT 做的花里胡哨但不出活的，另一种是平时闷声不响，关键时刻能给你扛雷的。诚意明显属于后者，而且是那种极其轴的后者。我就听说过一个细节，拍打戏的时候，那种雨夜泥地里的戏，现在的宝藏男孩们哪个不是替身上？实在不行还得铺个垫子。诚意硬是自己上，为了一个镜头摔了13次。这不是傻，这是对职业的敬畏。配音指导爆料说，他甚至会为了角色设计专属的呼吸节奏。这种功夫下在看不见的地方，一般人真做不到。因为在这个快餐时代，大家都忙着捞快钱，谁愿意花时间去琢磨呼吸这种事？这就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。别人在忙着炒绯闻、买热搜、立人设、撕番位的时候，诚意就像个隐形人。除了作品上映，你几乎在热搜上看不到他的那些乱七八糟的花边新闻。这种干净，在2025年的娱乐圈，简直就是一种稀缺资源。观众其实心里跟明镜似的，大家被那些注水猪肉骗了太多年，现在看到真正的实木家具，那种报复性的喜爱是挡不住的。诚意的可怕之处就在于，他用笨办法证明了不走捷径才是最快的捷径。回头那些曾经嘲笑他不够圆滑、不够有梗的人，现在估计都在焦虑地找转型之路。而诚意早就把实力抗打这4个字焊死在自己身上了。他现在的状态，就像是一个练成了绝世武功的高手，站在山顶上不说话，但谁也不敢小瞧他。这种沉淀下来的底气，比任何流量数据都来得让人心安。咱们普通人过日子也好，创业也好，不也都在图这么个理儿吗？这一行混到拼的还的是手艺和人品。不知道大家看了他2025年的戏没？那个白发谢怀安
或者是《富山海》里的表现，哪一个更让你觉得这就对了？咱们评论区可以聊聊。